一只会喷火的纳德龙，而他的对手竟是一个弱小的男孩。男孩面对这种恶龙，居然把武器全部丢掉，难不成他是要徒手把纳德龙的脑袋活生生掰成2半吗？不可能！原来男孩走的是和平路线，他并不想和其他维京部落人一样屠杀恶龙，他要用这一切证明给部落的所有人看。纳德龙看到他没武器，也安稳了下来。眼看小哥哥就要成功时，突然，首领这一锤下去，直接惊吓到纳德龙，同时将儿子陷入危险之中。不远处的乌鸦仔听到动静，顿感大事不妙，他迅速爬出深坑。没了小哥哥的驾驶，他只能拼命的在森林里面奔跑，一路跌跌撞撞。而此时的小哥哥已经被纳德龙盯上，纳德龙用自己的火焰灼烧一切东西。崔斯见状，立即从狗洞爬进去帮忙，首领也踹开木门进来，可被最后一道阻止了。崔斯管不了那么多，直接拿起一把武器朝纳德龙丢过去。他也是成功引起了纳德龙的注意，在纳德龙冲过来的瞬间，他迅速跑掉，随后从首领那边逃了出去。可小哥哥却不美好了，他被纳德龙堵住了去路，接着被一尾巴给绊倒。纳德龙过来一脚按住小哥哥，正当他要喷火时，突然旁边传来声音，是乌鸦仔及时赶到现场救下了小哥哥。就这样，乌鸦仔和纳德龙在屠龙场里面厮杀起来。乌鸦仔身为龙族的终极之龙，他打个纳德龙毫无反手之力，即便对方拥有体型上的优势，乌鸦仔也丝毫不畏惧。接着他趁热打铁，把纳德龙赶回牢笼。可这时，维京部落的所有人突然蜂拥而出，全部拿起武器将乌鸦仔给围了起来。小哥哥想要阻止都无济于事，村民不出意外的话，也是全部被干飞。首领见状，直接怒火冲冲过去，崔斯想要阻止，却被一把推开。正当他要对乌鸦仔下手时，下一秒直接被撞飞数米远。可首领也不是吃素的，他直接坐在乌鸦仔身上暴揍。正当乌鸦仔要喷核弹时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小哥哥阻止了他。乌鸦仔见状，也是将首领给放了出去。长老便下令把他给抓起来。即便乌鸦仔陷入危机，他也相信小哥哥的话。虽然他不懂人类的生存方式，但是他认为小哥哥让他不伤害村民，自然有自己的道理。最终，首领来到乌鸦仔旁边，下令将其关了起来。父亲愤怒地埋怨小哥哥隐瞒了此事。Take that out on me, it's my fault. Please don't hurt Toothless. 父亲直接傻眼了，他难以相信自己的儿子竟和龙成为了朋友，因此父子大吵了一架。司头还将妻子被龙族带走的陈年旧事说了出来，可小哥哥不认同，如果人类不去惹龙族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，他母亲也不会被带走。小哥哥说着说着，居然把龙巢的事情说漏了嘴。There's something else on their island. A dragon like I've never seen. 司陀询问他是怎么找到的，小哥哥顺嘴就把乌鸦仔搬了出来。话音刚落，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父亲肯定会用乌鸦仔带领村民去寻找龙巢。可面对一股倔气的父亲，小哥哥也无能为力。很快，他们便筹备了船只，最后把乌鸦仔给带了出来。没错，他们正要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龙巢。小哥哥在上面看着这一切，疼恨自己是懦夫，阻止不了父亲。可崔斯不这样认为。经过昨晚事情后，他觉得小哥哥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男孩，居然能和龙交朋友。但也是这句话触碰到小哥哥心底的怒火，因为他是有史以来没有杀过一头龙的维京部落人。I'm the first Viking in who knows how long who wouldn't kill a dragon. First your ride won't die. 听到这句话，小哥哥顿时愣住了。可能他要做了一些伟大的事情，不然在最无助的时候，还得依靠自己的另一半。而此时的乌鸦仔已经将众人带到了那座龙岛的山脚下，小哥哥便在部落里面教导同伴怎么与龙和平相处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也是成功了。另一边，村民来到龙岛的下方，全部驻扎了起来，将所有监控设备一律准备就绪，接着鼓励一下村民的志气。随着首领的一声令下，所有工程设备一时间全部发射出去。随后他便带着长老去查看究竟，似乎胜利就在掌握之中。随着工程设备的一顿猛攻，山脚下方也是被打出一个洞口。他举起斧头，一颗火球从后方朝他这边飞来。进去洞穴的瞬间，旁边全是密密麻麻的恶龙。本以为他会就此撤退，不料到他直接一头无脑冲了进去。一群恐怖如此的恶龙直接蜂拥而出。可奇怪的是，这群恶龙并不攻击众人，似乎是在害怕什么，火速逃离现场。此时乌鸦仔也感受到了一股恐怖威压，可不知死活的人类以为恶龙是害怕自己，反而觉得是他们赢了。正当众人高兴之际，突然地面传来一阵剧烈的晃动，下一秒，首领直接傻眼了，他迅速逃离这里，要是慢一点就会被掉落的巨石砸成肉泥。紧接着地面窜出一个巨大的龙角，众人全部被吓得慌张逃命，有些不禁被岩石当场砸死。那只存活上万年的巨大恶龙成功破土而出，